很多时候，我们都把时间用在了等待上。等什么？等另一次相逢。那你等到了吗？却等来另一次离别。你哭，是因为不舍吗？因为明天过后，一切都会改变了。若记忆不会苍老，何惧轮回路走几遭？千年等待也不忘，若能重拾你的微笑。你是现实未知的心跳，你是来生胸前的记号，未见分晓，怎么把你忘掉？晚秋倚门回首，此去几何？欲说还休。只念一人共你白首，管他什么前程锦绣。我先深陷一念只一天，只恨人间不够千年。恩怨为报，余情未了，爱千年。以后，无论你是开心还是难过，都可以来断桥上找我。若是天晴，我便可以为你撑伞，遮去烈阳。如果你伤心难过，也没关系，我可以为你擦去泪水。记住，我对你的承诺永远都不会变。许轩，再见。太迟了，一切都太迟了。已经过了千年，才让我找到你。是人是妖又如何？我已经不需要再压抑我心中的妖性。明日大婚，这件嫁衣还要劳烦师妹交给我姐姐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要交给姐姐？使不得，使不得！本王现在就立下字据，从此与她毫无瓜葛。小王爷已经立下字据，我们形势所迫下的婚礼也不用举行了。但是姐姐与姐夫还需要。我之前答应过姐姐，将来有朝一日，一定要替她和姐夫办一场盛大的婚礼，来弥补之前的遗憾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明天明明是我们俩的婚礼，为什么要转交他人？
这桩婚事本来就不是为你我而准备的。你也应该明白，从一开始我就跟你讲过，婚约只不过是为了应付小王爷的权宜之计。你的终身大事，岂能有一错再错的道理？这是小王爷立下的字据。是啊，我早该清楚，师兄做事情向来滴水不漏，绝由不得别人轻易做主。我不愿做的事情，从来没有人可以逼我。这场婚约，一来是为了弥补姐姐的遗憾，但更重要的是为了替你解围，免得让人猜忌。明明让我陷入如此难堪的境地，我却不得不感谢师兄的恩情。你就是这么对我的吗？师妹，我完全都是在为你着想。跟你白头到老的人，必定是一个真心爱你的人，而不是我。真心爱我？那你呢？你的心又被谁拿去了？看来我就是多此一问。你对白夭夭的心，谁不知道？我与他的事情，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将来，你会明白的。白夭夭，若你知道真相留下也罢，我就算成妖，我也绝对不会跟你善罢甘休。千年前，我们在西湖之上生死离别。千年后，却是我一人孤身离开。若我将你的承诺当真，苦苦在此等候，你会来吗？你们吃好喝好，咱们那边敬一下。哎呀，往日竟不知这药师宫之中是这番景象，比起王宫，也丝毫不差嘛。我弟弟为了这场婚礼，可没少花心思。哎，一会儿敬酒的时候，可别给我丢脸啊！哎，你相公是官场中人，这样的场合也是不少见的。关于这一点啊，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。哎，只是听说啊，段阳宗弟子对这场婚礼啊颇有不满。这又何妨？我弟弟的宫上之位做得还不平稳。哎，我去敬他们一杯。到，众兄弟，我敬各位一杯。
哎呀，你少喝2杯吧。怎么不喝呀？你看你，哎，干什么呀你？大家，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咱们请新郎说2句，好不好？请。酒还没喝呢。倒上。感谢诸位，我李公甫先干为敬。诸位有所不知啊，当年我家中贫寒，迎娶娇容之时，竟办不起一场像样的婚礼。夫妻2人在家中煮了1碗牛肉面，娇容将最大的一块肉藏在我的碗底。这么多年过去，她竟无半点怨言呐！今日许宣为我夫妻2人补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，在下李公甫感激不尽呐！这么多年，亏欠你了。不让亲，你们一个个的太可恶了，居然连冷凝都一块瞒着我。我本来是想替我弟弟好好的筹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，可没想到，居然成了我自己的婚礼了。说那么多干嘛呀？走吧，洞房是吧？再来你！若我将你的承诺当真，你不过是随口说说罢了。怎么是你啊？这个时候，你不是应该在跟冷凝拜堂成亲吗？等的人明明是我，为什么你迟迟不说，却像现在这样，宁愿躲在这桥上哭，也不愿意承认，你心里爱的人就是我。我就算承认又如何？就算我喜欢你，就算我喜欢你，你现在已经成亲了。你到底是倔强，还是单纯的愚钝呢？我辛辛苦苦演了这么大一场戏，难道你就没有看出来，我是在逼你开口吗？我以为你知道我喜欢你。你在演什么戏啊？这2天，你都在演一场戏。我如果不给你一些教训，你怎么会记得住呢？而且，关于爱情这件事，我不喜欢先说。
没有许宣和子轩之分了。在小白心里，就是千年等待的人。小白释怀了。只念一人共你白首，管他什么前程锦绣。不想深陷一念只一天，只恨人间不够千年。其实我之前也没有把握你会来断桥等我。如果你真的离开，有一句话，也许永远都会成为遗憾。什么话？我喜欢你。这个我猜到了。我做事一向喜欢清楚坦白，以后你有什么话，千万别藏着掖着。我也不会介意你直接在我面前表露你的心意。女追男隔层纱，就算便宜你了。我们两个，我追的你吗？当然了，就这么定了。雨快停了，咱们该回药师宫去祝贺姐姐了。那冷凝呢？师妹知书达理，我已经跟她解释过了，你不必操心了。你为何现在牵着我的手？有何不可？你以前明明告诉过我。哎呦，困了。哎，男女授受不亲，别动手动脚的。男女授受不亲，男女之间授受不亲啊。此一时彼一时了。你我现在两情相悦，牵你的手，天经地义。我发现什么事情当你难以解释，全都有道理了。我们走吧。你是前生未知的心跳，你是来生胸前的记号，未见分晓，怎么把你忘掉？哎呀，我还真是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个许宣比我想象当中要坏上10000倍。的确是挺坏的。你还算有点见识。而且呀，他可不是一般的坏。哎，西湖践行的时候，我以为那个许宣会带着我家小白连夜私奔呢，结果整整1个晚上啊，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害我白白在那儿等了1天。喂，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？然后呢？装什么神，弄什么鬼嘛！哎呀，你可不知道，当时气得我呀，差一点我就跳出来一刀劈死他。我心里就想啊，这个许宣也是的，说话说的不明不白的，也没有给我家小白一个明确的交代。这是什么呀？哦，这就是你们人说的，脚踏2只船嘛。但是我万万没想到，最后他们2个人搭到了一条船上去。你这么崇拜许宣，怎么不亲口告诉他？在我这吵了半天，有意思吗？
生气啦？吃醋了？见不得我说那个宫上好？有病！唉，不管怎么说，一切呢峰回路转。哎呀，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。我们家小白呢，也终于能跟他喜欢的人在一起啦。还有啊，你不是不喜欢我夸宫上吗？我偏偏要夸，他是这个世界上我见过最聪明的人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白姑娘真的跟许宣在一起了？嗯，他们俩西湖夜游、断桥定情，都是我亲眼所见。白姑娘她不会是在骊山修炼太久了，眼神不好吧？若不然，她怎么看得上许宣？宫上有什么不好的呀？切，我倒是觉得他们两个人两情相悦，情投意合，相配得很呢。哼，许宣他为人睚眦必报，说话尖酸刻薄，这样貌嘛，也着实一般。总之一无是处，根本就配不上白姑娘。喂，宫上马上就是我家小白的相公了。再说了，你每天都赖在人家金山寺，白吃白喝白睡，哪懂得什么人间情爱呀？我不懂，难道你懂吗？哎，你别忘了，这人世间的男人啊，个个都垂涎我的美色呢。你说的男人，只怕是个瞎子吧？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找一个如意郎君带过来给你看。哼！弟子拜见师父。你还是回来了。弟子不孝。你可想清楚了？弟子心已决。为了一个凡人，你当真心甘情愿舍去1000年修行？徒儿有负于师父的期望，愧对于师父的教导。世间万千大道，你为何执迷不悟，偏要渡这一条无尽无边的苦海呢？冷凝妖化之事，全因为我而起。如今只有舍去一身修为，萃取灵珠，方能把他救回。你自愿舍身成人，化作凡胎，只是不光是为了冷凝吧？师父，你还是终于找到了他。什么事都瞒不住师父。我只问你，你以为舍了修行，做了凡人，便可与他做一世平凡夫妻吗？我修行1000年，就是为了见他一眼。如今为了他，我愿意舍去一身修为，恳请师父成全。瑶瑶，
你命中注定当有此劫，为师也只能盼你好自为之了。我已将你全身的法力收回，如今除了你本体灵珠可以助你变化成蛇，其他与凡人毫无差异。多谢师父成全。师父，这是……若你日后反悔，便将此剑插于许宣的胸口，你即可拿回法力。不，师父，这个法器万万不能用，请您收回。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不会伤害他的。此剑不伤生命，只斩情愫。待他忘记了你们之间的种种，便是你回归正途之日。师父的意思，我与子轩今生注定无法相守吗？天机不可泄露。去吧。刚才发生了什么？身体里似乎少了点什么，想失血的欲望也消失了。难道青阴灵已经彻底压制我嗜血的幽性？李捕头，小的在。听说你在药师宫又当了一回新郎官，可有此事？小王爷真是消息灵通，下官正要向您禀报此事。那既然是你的喜酒，那许宣该对冷宁如何交代？您关心的是冷宁啊？我只是看不起许宣而已。他又得罪您了？许宣分明使诈，他根本就不愿娶冷宁为妻。这世上哪有人会爱一个毁容的女子，偏偏做出一个痴情的样子？狗眼看人低。你说什么？女儿节，下官在想，历届女儿节都是由城东的大户人家操办，今年正巧该咱们赵府，不知小王爷有何打算？哦，对，女儿节啊，我怎么会忘了此事呢？这女儿节是为尚未婚嫁的女子祈福求平安而设的。对，娘亲最近时常催促我的婚事。哎呀，届时多的是大家闺秀，绝色佳人，大办，务必要大办。下官遵命。圣君，圣君，你看，你要的灯全都给你点上了。和您的要求啊，丝毫不差。嘿嘿，怎么样？您奖励我一个这个吧。谢谢圣君，谢谢圣君。
呀，齐萧那个臭小子，说我不懂人世间的情爱。可是，我看许宣给小白在桃花林里点灯，在西湖上点亮一盏盏的灯光，小白挺开心的呀。啊，这应该就是爱情了呀。对呀。可是，我看着满山头的灯，我怎么觉着……哎，山君，你看这灯多漂亮啊！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？我不是不满意，我是太不满意了。我觉得一定是你们点灯的姿势不对。哎，山君，山君，山君冤枉了！山君，山君，这明明都是您说的，有了灯，就有了爱情。小的都是按照您的吩咐办的事儿。是啊，山君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一定不能输给那个齐萧。都起来吧。哎，谢谢山君，谢谢山君，谢谢山君。一个个的都好好想想法子。想法子，想法子。哎，对了，山君呐，我听说城里面要办一个女儿节，尚未嫁娶的女子啊，都会在节日当天将自己亲手做的陶偶供奉起来，祈求一个好姻缘。求姻缘？据说这次是赵王府操办的，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。所以啊，一小的愚见啊，山君，您不妨呢，一样画葫芦，也去凑个热闹呗。哎，别动。不过呢，这个法子倒是极好的。本山君决定，不管他是偷来的，还是抢来的，我一定要尝一尝，这人世间的情爱到底有什么好。啊，好，山君英明，山君英明。不好。怎么不好了？怎么不好了？人家都说好，就你说不好，怎么不好了？那人家都说好，你怎么就说不好呀？啊，那你想办法呀！你看你脸上都是灰，你赶紧回去洗洗去，别在这捣乱，快！没说你不好，着火了吗？啊！着火了！真着了！山君，你看，又一个灯笼烧起来了。山君，怎么办啊？哎呀，你们这群傻蛋！等等我们呀，山君！山君，等等我呀！着火了！这下惹事儿了，山君肯定揍死我！山君轻点儿！谁让你放火烧山的？你差点把我洞府给烧着了！以后大家去哪儿？配得大家扑了一晚上的火？不是故意的。你们站那儿干嘛呢？咱们一起点的灯，又不是我自己点的。你们说话。就是他！你们怎么这样啊？好啊你！还敢跟我顶嘴？再说一遍！别打了，小青。这是干什么呢？把他给我抬下去。小白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路过这里，本来想找你，可是为什么要放火烧山啊？你可曾想过，你这样会殃及到山下的百姓的？小白，我这次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我本来想学许宣，点个灯给自己找点乐子，没想到差点把自己洞府给烧了。这还好，火势控制住了，
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小青，以后行事千万不要这么莽撞了，知道吗？嗯。哎，你法力那么高强，怎么把自己弄得这么狼狈啊？还是个小黑脸儿。切，你也是个小黑脸儿。小黑脸儿，小黑脸儿。行了，我带你去洗洗去。偏僻安逸，稍作休整，倒是一处好地方。那是当然啦，小白啊，这可是你交代我的事情，我当然用心去做了。不过啊，这时间太仓促了，我呢只能找到这一处闲置的宅院了。唉，不过小白，我就想不明白了，你真的要住在这个地方吗？怎么了？你觉得有何不妥啊？我只是觉得奇怪。我既已决定长期住在这里，自然需要另寻一处居所啊，不能天天住在药师宫，遭人叨扰啊。我还以为多大的事情呢，不就是住的地方吗？小白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住我的洞府啊，我那儿大，总比住在这里强吧。小青，你我既得上天垂怜，有缘化作人形，自然好好珍惜做人的时间啊。你那个山洞啊，并非长久之计，你知道吗？做人最重要的是修身养性。听不懂。你看，你听不懂吧？这就是因为你还没有悟出做人道理，修行不够。谁说我不会做人了？我早就做好陶偶了。我今年呢，要像山下的女子一样去参加女儿节，这还不算吗？陶偶，这是用来求姻缘的信物，一般是供放在金山寺内，让主持开光祈福的。你这个鬼丫头，不会是跑到金山寺捣乱去了吧？没有，真没有。当真？小白啊，我在你心里的信誉就那么差？你呀，小白啊，要不你也做一个陶偶，让老天爷保佑你跟许宣。哎，你这个死丫头，别跑！站住！一只妖赶来金山寺，你不怕被收吗？关你什么事？我既然住在这里，难道不该看好自家的后院？别说一只妖，就是一株花、一棵草、一块土，我也是要管的。一条蛇，还学着人家求姻缘。我知道东边10里外有一只蛤蟆精，想来是你的良配。你懂什么呀？这叫好学。小白说了，多学做人，修炼更快。这些娃娃倒是像你，一个个7扭8歪的。你这样笨，哪里学得来做人？你！不错嘛，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手艺呢，颇有本山君一点点的神韵。我早说了，什么样的人捏什么样的偶。像我这般人物，捏出来的自然不同寻常。你说这话，我就当你夸我漂亮了。怎么，终于发觉我的美貌了吗？话我得跟你说清楚。妖的偶，我们是不收的，所以
不会帮你摆到庙会上。谁稀罕呀？臭和尚办的庙会，我才不会去呢。小姐因小王爷的事，已经好些时间没有出来走动了，今日定要好好散散心才是。我是怕遇到小王爷，让他看到我的脸，又要给师兄惹出麻烦了。如今城中正值女儿节，那小王爷指不定已经寻上别人去了。小姐，你就不要思虑过度了。白姑娘，冷姑娘，你们修仙之人怎么也来过凡间的节日啊？是宫上邀请我来的，只是没有想到会在这个地方碰到你。你们先退下吧。是。白姑娘，要是没事的话，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聊聊。白姑娘果然不似凡人，离开药师宫不过数日，也有一处自己的大宅，手段果然了得。冷姑娘既然不喜欢我，我何必继续在宫中待着呢？如此一来，我们两个心里都能舒坦一些。你心思缜密，凡是师兄所在之处都有你的身影。你倒是步步紧逼，处处算计。想来那处大宅也是别有用途的吧？观他气息杂乱无序，与以往截然不同。难道有什么秘密瞒着我吗？你是许宣的师妹，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我不想处处与你针锋相对。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，未来和睦相处如何？既然白姑娘这么有心，我冷凝也不是不通情义之人。今天来了金山寺，不如咱们一起到殿内请香，在观音大师面前化干戈为玉帛，怎么样？如此一来最好不过，我们都不想让许宣为难，以后我们好好相处吧。白姑娘，怎么这么不小心？还好你是修仙之人，有法术在身，这点小伤应该不碍事吧？没想到凡人如此脆弱，稍有不慎便会受伤。你猜的没错，我如今也没有任何法力，跟凡人一样了。怎么，白姑娘是遭遇了什么祸事，竟让上天如此惩罚？或许是老天开眼了。那你猜错了，我是自愿舍去法力的。你以为这么做就可以跟师兄长相厮守？我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你。如今我体内的法力已经没有了，我不会再担心你妖化一事。最关键的，从此以后，我对你不会再有愧疚之心了。哼，白瑶瑶，枉你是一个修仙之人，我告诉你，你欠我的何止这一桩？今天在金山寺中，我冷凝愿对天起誓，今生无论我用什么手段，你从我身边夺去的，我都会不择手段的夺回来。师兄，别过来！师兄，别过来！大局为重啊，师兄！我再说一遍，降妖伏魔我行，但是主持法会，请另请高明吧。师兄，此言差矣。金山寺师父圆寂后，永安大师又不在，咱们寺里属你辈分最大了。这女儿节法会，你要是不去，我们几个更难当此大任呐。对啊，是。师父离世之后，我只是暂住在金山寺，并非是佛门弟子。
这住持的袈裟怎么能说劈就劈呢？再说了，师傅他老人家远在西天极乐，你们几个就别气他了。师兄，这个你放心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。赞助早晚要常驻的。谁说的？师兄啊，我们动作很快的，你忍着点儿，咱们剃度吧。对，剃度。别过来！你们再逼我，我打你们啊！可怜我金山寺100年基业，今天就要毁于一旦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师兄，实不相瞒，自从你来咱这儿赞助之后，咱们的伙食费涨了30%。香油钱早就入不敷出了。是啊，师兄，如果没有这场法会的收入，恐怕师兄弟们只能下山去另谋生路了。我吃的有那么多吗？有。妖道我们是不收的，所以不会帮你摆到庙会上。谁稀罕呀？臭和尚办的庙会，我才不会去呢。女儿节法会呢，也算是功德一件。为了给山下的百姓祈福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同意了。太好了！来，火怎么灭了？小白，你干什么呢？火灭了。小傻瓜，你这么吹，得吹到什么时候去啊？哎，着了。哟，小花猫，快洗洗脸去吧。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手艺呢。这店内摆放的就是各家各户送来的姻缘陶偶吧？正是，师兄。今年的女儿节是由赵王府举办的，可比之前强很多。你看，现在许多人已经早早的就把这些偶放在咱们寺内供奉了。师兄，您看，明天才到女儿节，今天就连小青的陶偶都摆上了。他骗我！这妖女，果然没有一句实话。区区一条蛇啊，竟敢来金山寺作乱！师兄，你别生气。
不过，这个藕捏的实在有碍观瞻。真的有那么丑吗？我觉得还挺逼真的啊！师兄，还是把它拿走吧。但是从工艺上来讲，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吧？啊！你们再看看，师兄，再看看，师兄。妖精的藕放在咱们金山寺内，这样实在有些不妥，还是把它拿走吧。拿走吧。齐萧，短短几日不见，你这恩将仇报的本事倒是长了不少。你怎么来了？不过就是只人偶，既然它已经放在这儿了，为什么还要拿走呢？自古正邪不两立，我拿他的陶偶关你什么事呢？无论是正还是邪，怎能由你一人来评定呢？小青只不过是想求一段好的姻缘，你这样无故的阻拦，依我看，你才是那个罪不可恕的人吧？佛祖在这里，你这么说我，怕是要天打雷劈的。既然你不想听，那就罢了。只是齐少侠，你欠我的枕巾，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啊？什么枕巾？我这药师宫可不是免费治病的地方。许宣，我跟你拼了！我没钱。女儿节法会结束以后，我自当全数奉还。师兄，师妹，老姑娘，齐少侠，师妹，你随便选一个位子，将陶偶放好了。齐少侠与咱们药师宫可是交情颇深啊，你也不用这么拘束了，选一个最好的位置吧。好。你师妹没事吧？好好的婚事，被你弄成这样。只不过是为了应付赵瑜而已。师妹知书达理，这件事情早就过去了，她不会记在心上的。我要是她，我肯定恨你一辈子。不敢当。哟，宫上来金山寺是为了求姻缘，你还有这癖好？不过呢，你的陶偶我们可不敢收。女儿节法会是专门为姑娘家准备的。我有说过这个陶偶是我的吗？不是你的，你拿着它干什么？我劝你啊，还是早日剃度为妙。说不定这佛光普照之下，你这个智慧啊，才能有一线生机。我来金山寺是为了修行，你一个凡夫俗子，你懂什么？白姑娘，你来金山寺也是放陶偶的吗？白姑娘，今年既然由齐萧暂代住持之位，这陶偶不摆也罢，咱们找一个更加灵验的地方吧。走吧。
你什么时候受的伤啊？怎么从来都没有听你说过？哦，我走路莽撞，不小心磕伤的。这个伤一点都不疼，真的，过2天就好了。昔日药师宫的地火都无法伤你分毫，怎么会被磕伤呢？你有事瞒着我吧？我没有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好了，你这样倒显得我很娇贵似的。我自由修行，水里来火里去的，这点小伤根本不算什么，真的没事儿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心虚了，你没发现吗？每一次你一心虚，话就特别多，而且句句都不着边际。我有吗？没有吗？哎，那边好像有个人要晕倒了，夫人。这位夫人，您没事吧？哎，这就晕倒了。夫人，这是你家夫人吗？夫人中风，气血不通，我必须给她疏通经脉，然后立刻施诊。这附近有一个医馆，先送过去再说吧。多谢恩公。鱼郎，不行，我的法力坚持不了多久，不能再让他看见我这么丑的脸。冷宁。都怪我法力薄弱，好不容易见到小王爷，却在快见的时候露了马脚。阴魂不散，跟着小王爷的果然是你。你来这山寺做什么？你一个小妖能来，我还来不得。你想做什么？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吧？你化作我的模样，出现在小王爷面前，如此一来，岂不是将我推入悬崖，万劫不复？不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他只要稍作查验，便会发现我并未毁容。你还敢在这大言不惭，说自己是无辜的？你方才也见到了，我根本就没有办法一直维持我的外貌。冷宁，冷宁，他来了，你让我走吧，我发誓我不会再出现了，这一定是我最后一次。你想死？跟我去见小王爷，当着他的面把事情解释清楚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他看见我这张脸，我求求你，我不能。我看你如此痴情，我也不是一个不通情达理的人。今天的事，我可以帮你，但事成之后，你必须听我的话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冷宁，冷宁，我愿意，你说什么我都帮你，我都帮你，求你帮我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，你说什么我都愿意。放手，
求求你让我走吧！冷宁，冷宁，于郎可是在找民女。宁儿，我终于见到你了。你听我解释，当日我在药师宫，并非有意离去。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会喜欢你。那日，我假装毁容，不过是对于郎的试探，看看你对我是否真心。真心，真心，我对你真心。如若我对你有假意，我不得好死。好，这里风大，我们换个地方再聊。好，好，都听你的。走。大夫，怎么样？夫人什么时候会醒来？小声一点，病人需要休息。这个药方你先收好了，按时服用。平时饮食不宜荤腥，多吃蔬菜和水果，好好静养才是。请大夫放心，您救了夫人的命，我家主人必有重谢。只是不知到时候该到何处找您。药师宫，许宣。原来你就是宫上。别张扬了，低调点。哦，不知道你府上尊姓大名啊？城南赵王府。没想到夫人礼佛行善，却生出赵瑜那样的儿子。小王爷平日里专横无理，我看老夫人的病多半是积郁成疾，是为了小王爷发愁所致的。知子莫若母啊！他深知小王爷游手好闲，怕他处理不好女儿节的事宜，所以才暗中去金山寺协助他。唉，可怜天下父母心啊！全天下的父母都在为自己的儿女担心受怕。好了，不说这些琐碎的事情了，快将套找一个好的地方放好了吧。嗯。哎呀，干嘛一个个愁眉苦脸呢？不就是一点香油钱吗？大家不要灰心，我相信，只要我们师兄弟上下齐心，就一定能渡过难关的。我还有事，先行一步。哎，师兄，你说这寺里这么多人口，厨房里连1缸米都不剩了，也不知道还能撑几天。好了好了，放心吧，这些都不是问题。有佛祖的保佑，我们一定能够尽快的找到解决的办法。哎呀，师兄啊，你说我能相信你吗？当然，你就算不相信我，你难道还不相信佛祖正在保佑着我们吗？有了。啊？你管我要香油钱？并非是些黄白俗物之事。求佛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心诚。如果不给佛祖添些香油，你的祈愿如何送得上天呢？你说的有道理。可是我从来不用金银，我哪来的钱给你啊？是你说要做人，做人哪有不用钱的？我这山上呢，经常有走马的商人，我若好好吓他们一下，商人嘛，一定很有钱。邪魔外道，我看就不该来找你。别！这个愿望我是一定要许的，我给你弄着钱还不行吗？不许有违天和，否则是心不静。我知道，我让小辉去办这件事情，他可是胆子最小的，不敢对人怎么样。我这山上这么多宝贝，我随便拿出1、2件，都能卖个好价钱。你几时还懂得生意之道？学做人之事，我都是极好的。
人说笨鸟先飞，你虽然天资不高，资质略差，但是在我的指导下，一定会做得越来越好的。哎，我呢，就是一只小小的蛇妖，就算我修炼再好，我也飞不起来啊。不过呢，如果论美貌来讲，我说自己天下第二，就没有人敢说他是天下第一，对不对啊？你要把陶偶埋在这个地方吗？以后，你不要跟齐萧走得太近了。他整天想着要捉妖，就想把妖关在雷峰塔下。不过妖为什么要关在雷峰塔下呢？的确是。有一件事情，你必须要老老实实的回答我。你最近不大对劲啊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听不明白。刚刚一路走过来，你流了不少汗，跟上次采药的时候一样。以前腾云驾雾都难不倒你，现在只不过短短的一段路程，就把你累得气喘吁吁了。给我一个解释。我在凡间不能总用法力呀，我得入乡随俗嘛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替你做陶偶吗？因为我总是做不好。其实我也想不明白，那是小青轻轻松松的就做好了一个陶偶，而这么久了，你却连一个成型的陶偶都做不好。我不能跟小青争高低嘛，我要给她面子啊。你知道我的生活一向讲究的，可那日去了你家，简直就是一场灾难。火怎么灭了？你不是一挥手就可以生火吗？可是你连饭菜都煮不熟，种种迹象，如果我还没有发现的话，未免太过于迟钝了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竟然让你的法术无法灵验？我只是……你现在跟一个凡人没什么区别了。你修行1000年的法术究竟去哪儿了？我舍弃了。舍弃了？我现在就跟凡人一样了，没有任何差别。我最近才逐渐知道，原来生活如此不易。不过我会学着的，我会学着如何做一个凡人，我也会学着如何与你陪伴终老。我最不想看到的，就是你委屈了自己。你不需要为我改变任何的东西，我喜欢的人是你。可是现在此事已经成定局了。没关系，虽然法力没了，或许有很多不便，可是你有法术在身的时候，也没见得让人省心啊。将陶偶放在这里吧。这个是桃树吗？是我昨日亲手为你种下的桃树。依我看，将陶偶供奉在这里，远比留在金山寺有意义多了。这是你昨日亲手为我栽种的吗？没错，以后啊，我年年都为你种下一棵桃树。等我们满头白发、儿孙满堂的时候，这个陶偶依然守在这里，用这漫山的桃花来见证我们这一生。所以啊，这是你这一生唯一的一个陶偶。你也不需要用这陶偶来求姻缘了，就让它在这为你消灾，年年月月的护你一生的平安。
我舍弃千年法力，若换取一世相守，夫复何求？